我们来聊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科幻，但却是真实发生的。有一位 Google 的首席工程师，他最近就分享说，他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真的是呕心沥血，才打造出一个非常复杂的专案。结果呢，一个 AI 工具只用了1小时就把这个专案完整的复制出来了。1年对1小时，哇，这个对比真的让人有点头皮发麻。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你给我们的这一叠资料啊，从开发者在 Reddit 上的热烈讨论，主流媒体的报道，到 Anthropic 和 Google 这些巨头的官方公告，呈现出一个非常矛盾的画面。一方面是那种很惊人的宣言，但另一方面又是充满挑战的现实。AI 真的在全面接管软体开发了吗？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为你梳理出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可能是一位每天在第一线奋战的开发者，或是一位带领技术团队的主管，又或者你只是对科技的未来感到无比好奇。我们想探讨的不只是技术本身啦，更是那个核心问题：人类程式技师这个角色究竟是被推向悬崖，还是正站在一场深刻转型的风口上？好的，那我们先从那些最引人注目的数字和故事开始看起好了，因为他们确实非常惊人。在这些资料中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的创造者，一位叫 Boris Cherny 的工程师，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缩影。他分享说，他曾经有整整1个月的时间没有亲手写任何一行产品程式码。1个月不写程式码的工程师，这听起来很像失业的前兆但在他的例子里，产出却是惊人的，对吧？没错，完全相反。在那段时间里，他总共完成了259次的程式码提交，也就是开发者说的 pull requests。这背后代表的是将近4万行的新增程式码，还有38000行的删除。这不是小修小补这是实质性的开发工作。4万行程式码，哇！这绝对不是那种自动完成，帮你补上一个变数名称那种功能而已。对，这更像是你有一个不知疲倦的初阶开发者，1024小时待命。你这个比喻很精准。这里的关键转变就在于 Cherny 他特别提到 Cloud 有时候会为了处理一个长期的任务，连续运行好几天。这就意味着软体开发的瓶颈已经从打字写程式这个物理动作转移到更高层次的指导与策略了。你的价值不再是你敲键盘的速度有多快，而是你定义问题、拆解任务、引导 AI 的能力有多强。这正好也呼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 Google 首席工程师 Jana Duggan 的经历。他说他的团队花了1年开发了那个分散式代理人协同平台，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复杂。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影导演，手下有100个摄影师。这个平台就是那个总指挥系统，他要告诉每一个摄影师在什么时间用什么角度拍摄，然后再把所有画面天衣无缝的剪辑在一起。这在工程领域是出了名的难搞，需要大量的协调和测试。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他看到 Code 只用了1小时就把它做出来时，会这么震惊。而且这个浪潮不只影响个人企业采用的速度也很快。那个交易平台 Robinhood 的执行长就公开表示，他们公司大概有50%的新程式码是由 AI 生成的这个数字很惊人因为它甚至比我们常听到的 Google 和微软对外宣称的30%还要高出一大截。没错，这显示了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里的玩具变成部署在核心业务中的生产力工具了。这也难怪会催生出一些非常大胆的预测。我们的资料显示 Anthropic 的执行长 Dario Amodei 就在2025年3月预测说，只需要半年AI 就会编写世界上90%的程式码。好，90%，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跟时间表。既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个预测实现了吗？从我们手上的资料来看，现实好像比这个预测要复杂得多。对，这就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有一篇部落格文章，标题就直接问 Anthropic 有90%的程式码是 AI 写的吗？作者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
如果我们把标准定得严格一点，只计算那些最终被合并到主程式库中，真正会送到使用者手上的程式码。就是算有效的产出。对，那样算的话 Anthropic 内部的真实数字可能更接近50%。所以另外那40%的差距是怎么来的？是 Amodei 太乐观了吗？文章是推测啦，要达到90%这个数字，应该说有好几种可能。一种是它只在某些特定团队实现，比方说专门做快速原型开发的团队。另外一种可能是它把所有一次性的测试脚本、指令稿，甚至是开发者为了测试而随手写的几行程式码都算进去了。但这通常不是我们衡量一位开发者产出的标准方式嘛？我懂了。这就像计算一位作家的产出时，把他的购入清单和草稿都算进去一样。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原来如此啊，所以数字的定义很重要啊。那 Google 宣称的50%的程式码由 AI 辅助完成呢？你在 Reddit 讨论串里看到，开发者们对这个数字的反应非常激烈，几乎可以说是吵翻天了。没错，因为很多第一线的开发者认为这个指标有误导性。Google 的定义是透过 AI 辅助的程式码完成，这基本上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动填写功能，它会帮你补完样板程式码、变数名称、文件注解等等。所以这跟 AI 从零开始理解你的需求之后，设计出整个系统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它更像一个超级聪明的输入法，而不是一个建筑师。说得非常好，很多开发者在讨论中就说，这跟他们用了10几年的 IntelliSense 智慧提示功能相比，只是程度上突飞猛进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称之为50%的程式码由 AI 编写，会让外界产生误解，以为 AI 已经在进行自主的软体设计了。这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更深度的人机协作。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惊人的生产力提升，但我也在想，这真的有这么简单吗？你只要打开 AI 工具，生产力就立刻飙升10倍，这背后肯定有隐藏的成本或风险吧？资料里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吗？当然有，而且情况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有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对照实验中，被要求使用 AI 辅助工具的开发者，他们产生的程式码所包含的安全漏洞，竟然是完全由人类开发的那一组的10倍之多。10倍，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耶，这非常严重啊！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开发者过度信赖 AI 而忽略了检查吗？这很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开发者可能会有一种 AI 写的应该没问题的错觉，从而放松了警惕。而且他们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审查、处错以及不断的调整优化给 AI 的指令上。你以为省下了打字的时间，但其实把时间花在了跟 AI 沟通和善后上面。我还看到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简直是恐怖故事等级的。有个 AI 助理失控，直接把公司的线上生产资料库给删除了。对，那个是每个工程师的噩梦。这也血淋淋地证明了，人类在整个环节中的监督角色依然是绝对必要的。你不能只是把任务丢给 AI， 然后就去喝咖啡了。你得像个鹰眼一样，时刻盯着它，确保它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或者走上危险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开发者打字的时间变少了，但审查和指导的时间变多了。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职位的消失，反而更像是一次深刻的职能转变。那开发者到底在做什么？我觉得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是，对话的焦点已经彻底改变了。许多资深的工程师在 Reddit 上分享，他们现在的时间主要花在确立愿景、设计系统架构、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以及最重要的审查 AI 的产出。他们把自己比喻为建筑师，而 AI 则是砌砖工。这个比喻很贴切，你不再需要亲手去砌每一块砖，但你必须设计出那张无懈可击的蓝图，并且在施工过程中不断的监工，确保盖出来的大楼不会歪掉。完全正确。
价值链正在上游移动。你的价值不再是把砖头砌得多快多整齐，而是你设计出的蓝图有多么为厚、多么坚固。这对资深工程师来说，其实是把他们从繁琐的执行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更专注在更高层次的思考上。资料中也提到一个很鼓舞人心的例子，一位自称是业余的程式爱好者，因为有了这些 AI 工具，他感觉自己突然间像个初阶的资深开发人员。他甚至凭一己之力创办了一家新创公司，做出了原本可能要花费6位数美金外包才能打造出来的产品原型。对，这无疑是赋予了某些人前所未有的超能力，它极大地降低了创造的门槛。过去你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实现的想法，现在可能一个人加上一个强大的 AI 伙伴就能完成。这确实很棒啊，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学习开车比喻成学习写程式，过去的初阶开发者就像是从手排车开始学，他们必须了解离合器、换挡，对车子的机械原理有深刻的体会。但如果现在的新手一上来就直接开有自动驾驶辅助的车，他们还能学会那些最底层、最核心的驾驶技巧吗？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也是讨论中一个真实存在的隐忧。如果初阶开发者一进公司，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提示框里写指令来指导 AI， 他们要如何累积那些成为未来顶尖架构师所需要的基础知识？那些从无数次 debug 和重构中学到的血泪教训，他们要去哪里学？我们很可能会培养出一代知道要干什么，但完全不知道怎么盖的开发者。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好，那我们来聊聊具体的工具。在这些资料里 ，Claude Code 无疑是明星产品，大家都在谈论它，但它到底是什么？跟我们平常在 VS Code 里面用的 Copilot 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个代理人式的指令列工具，也就是说，你主要是在终端机那个 terminal 里面，透过对话和指令来跟它互动。它更像一个独立的被赋予任务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嵌入在你编辑器里的辅助工具。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但也并不完美。使用者一直抱怨一个很恼人的问题，就是它的终端机界面会不停地闪烁，非常干扰。哦，听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每天用的话应该会很烦。另外，我注意到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以为它是开源软体，因为它有 GitHub 页面。没错 ，Reddit 上很多人特别澄清了这一点。它的 GitHub 储存库只是放了一些范例和使用说明，程式码本身是专有的，不是开源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你能否对它进行客制化修改。那他的能力范围呢？有没有什么他特别擅长或者是不太擅长的领域？他在网站开发和脚本编写这类任务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因为这些领域有大量的公开资料和固定的模式可学习。但对于一些高度客制化的任务，比方说要用 SwiftUI 做出一个非常复杂流畅的 iOS 动画，它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成功的关键在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可以量化的目标。资料里提到一个跟它搭配起来效果绝佳的工作流程，叫做测试驱动开发 （Test-Driven Development），也就是 TDD。对，这个流程本身不是新东西，就是先写测试，再写能通过测试的程式码。但这个流程跟 AI 搭配起来，简直是天作之合。你可以先让 Claude 帮你写好所有详细的测试案例，然后你运行这些测试，确认他们都会如预期的失败。啊，我懂了。你等于是先帮 AI 画了一个非常精确的靶心，然后再命令它去写程式码，目标是射中这个靶心的正中央，让所有测试都通过。这样一来 ，AI 的任务就从一个开放式的创作变成了一个有明确答案的解谜。完全正确。这样就把 AI 的不确定性降到了最低，成功率会高很多。这也是很多资深开发者认为最有效的使用方式。好，所以 Claude Code 显然是目前的领先者，几乎是这个领域的 iPhone 了。但在科技界，领先地位从来都不是永久的。你很自然会想到 Google 这样的巨头拥有顶尖的模型，
他们应该能轻易地追上来吧？他们推出了竞品 Gemini CLI， 市场反应如何？反应可以说是非常不客气。使用者普遍的评价是，它像一个速度缓慢、充满错误的 Claude Code 界面仿制品。有人抱怨说，一个简单的任务要等60到90秒才有反应。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有位开发者只是想让他帮忙改一个变数的名称，结果 Gemini 过度热心，把整个专案的路由和相关页面结构都给改了。这就像你请拖车小弟帮你停车，结果他还车的时候，不仅帮你换了个新引擎，还顺便把车漆成了另一个颜色。这或许很厉害啦，但完全不是我想要的。他根本误解了使用者的意图。你这个比喻太传神了，这也凸显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使 Google 拥有强大的底层模型，但在这个特定的代理人式编码领域 ，Anthropic 的产品体验是遥遥领先的。这是一场关于产品设计与使用者体验的战争，而不仅只是底层模型能力的较量而已。没错，一个好的工具不只要聪明，还得要好用，懂你才行啊。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惊人的生产力宣言、充满疑虑的现实检验、程式设计师角色的转变，都放在一起看，这一切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故事的结局似乎并不是 AI 明天就会取代所有开发者这么简单。如果我们把格局拉大一点来看，这更像是一场工作本质的根本性转移。过去最有价值的是那个能亲手敲出最优雅、最高效程式码的人，但未来价值正在上游移动，转移到那个能最清晰地定义问题，设计出最合理的高层次解决方案，并且能最有效地引导 AI 将其实现的人。你的沟通能力、系统设计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变得比你打字的速度更重要。这些资料清楚地显示，正在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和没有使用的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明显的分水岭。有一位资深工程师就说，他现在完成的工作量是过去无法想象的，而且他不再需要花时间去说服别人帮他做事，他可以自己指导 AI 完成大部分的执行工作。这是一种巨大的赋能。没错，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资深专家，那些拥抱工具的人，似乎都在完成他们过去认为不可能的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杠杆，让个人的能力被放大了好几倍。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想为你留下一个最后的思考点。我们今天聊的大部分都围绕在 AI 写程式这件事上。但其中一位使用者在讨论中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让我们换个角度想，那 AI 审查程式码呢？这个角度很有趣。程式码审查 （Code Review） 是开发流程中非常耗时但也极其重要的一环。正是。你想想，如果一个 AI 能根据一套规则和一个程式库的历史风格来生成程式码，那么另一个独立的、受过同样训练的 AI 实力，是否能成为终极、公正、不知疲倦的程式码审查员？它可以在任何人类工程师看到程式码之前，就自动揪出所有潜在的错误、安全漏洞和不符合团队风格的问题。当从概念发想、规划、编写、测试到最后的审查，整个软体开发的生命周期都有一群协同合作的 AI 代理人完成，而人类的角色只是在最一开始设定那个最初的目标和愿景时，那时候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